在我身旁这一台车子呢，从它的价格公布以来，在网上引起了网民热议，网民纷纷的议论纷纷它的价格、它的设备、它的市场定位等等。那这一台呢，由 NASA Eastern Motor 从印尼 CBU 整装进口的 Suzuki Fronx，它是一个 A segment 到 B segment SUV 的尺寸，售价呢从147,888块起。所以尺寸上呢，它像是 Toyota Race、Daihatsu Rocky、Honda WRV 等等这样子的一种 size， 然后它采用的是 1.5 L 的 Hybrid 引擎，搭配 6-speed 的 Automatic Gearbox， 有103个 PS、135 Nm。所以今天这集呢，我主要跟大家分享它的试驾体验到底是如何，有什么东西，我们等下再讲。所以影片开始前，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有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 spec 跟价钱表就可以知道一台车子它的定位在哪里，但有时候你还是要去试驾它，看看它是不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或者它是打肿脸皮充胖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 test， 我们看看它有多少斤两重。这一台147,888块的 Suzuki Fronx 呢，就 Suzuki Fronx 在全世界只有2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印尼。日本本土没有生产这款车子，因为它的主要市场是印度。但是我们马来西亚进口的呢是从印尼，所以它是一个 CBU from Indonesia 的 Suzuki Fronx。那如果我们以147,000来看，它的对手应该是 B segment SUV。Proton X50、Honda HR-V、Toyota Corolla Cross 等等，但是尺寸上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个 Suzuki Fronx 呢，它的轴距只有2520个 mm，Pro Activa 是2525 mm，lebih kurang 啦。所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它算是一个 A segment SUV。总之，它就是一个 compact 的 SUV。不可以叫 compact 啊 ，sub-compact SUV，sub-compact SUV。那你可能有所不知啊，这个 Suzuki Fronx 呢，它是印度最畅销的 SUV 之一，它很多个月都是印度 best-selling SUV。因为很多的消费者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加高版本的 Suzuki Swift。那 Suzuki Swift 它的知名度、它的硬实力、软实力这个东西，相信不用多去琢磨。但是这个 Suzuki Fronx 因为它基于的是 Hardtech B 的 platform 所以理论上它是一个 A segment SUV 吧，它是一个 B segment 的底盘。那 Suzuki Hardtech 在同价位当中，在日本一直以来都是它有很多比 Honda、Toyota、Nissan 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它的刚性、它的操控性等等，这个一直都是 Suzuki 一直强调它最 unique 的地方。那再来我们说一台汽油车的话，它的3大件就是引擎、变速箱跟底盘，所以它用的是 Suzuki 的 K15 引擎。那 Suzuki 旗下大部分的车型都是 K15，有些是 K14 啦。1.4 或者 1.5， 那这个是代号叫 K15C 的，因为它搭配了一套，它后面有一个 Hybrid 的 Badge 啦吧，我 personally 不觉得它是一个 Hybrid 啦，你知道吗？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猫 Hybrid，因为它的电池非常非常的小，它是一个 ISG， 有点类似48伏猫 Hybrid 系统啦，基本上就是一个 Start Stop，叫什么i Stop 这样子的东西吧，它是一个比较好的 i Stop 啦，put it this way。So， 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变速箱，因为它用的是 iShin 的 6-speed Automatic Gearbox Torque Converter， 它不是 CVT， 所以目前日系的这种 SUV 绝大部分我们说从不管是 A segment、B segment、C segment、even 到 D segment 都可能是用 CVT， 所以还在给你 6AD Torque Converter， 这个还是比较少的。So 1.5 L 的4气缸自然进气引擎 Multi-Point Injection，加上 6AD 的 iShin 自动变速箱，它提供给你103个 PS 跟135 Nm， 车重是1035公斤起，所以
要到6000个 RPM 才能够 hit 到99个 horsepower， 所以它不是一个强调你知道吗？强调贴背感贴你的头啦贴，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已经开了几天这台车子，坦白讲啦，我知道这个价钱，我们先放一边先 ，OK。你知道吗？介绍这些车子有时候就是，坦白讲，我心理压力很大。在我他们安排这台车子给我之前，那个心理压力就来源于嘞，有时候你讲都错的you know， 价钱也不是我定的嘛，你知道吗？我就只是跟你分享这个车子，对不对？So， 我们先把价钱放一边先。我知道，我这样讲么？卖150千，在印尼卖8万块马币，纽西兰卖75000块，日本也是8万块马币。我知道 ，OK， 放一边先，我们就单纯凭这辆车子来讲。Menu 它有 pedal shifter， 不能了 ，Third gear， 4号牙，5号牙 ，OK， downshift， 我可以讲，在这个级距、这个价位当中只有 Mazda 的 CX-3 或者 Mazda 3啦，可以给到你换挡拨片，就好像在用 manual gearbox 这种感觉，因为它是真正的变速箱，它不是 CVT 无段式变速箱，所以它是很准，跟你在用 manual gearbox downshift 是一模一样的感觉。downshift upshift 6号牙 ，OK， so 它有没有力是一件事情，重点是它是真的很 smooth， 你可以明显的 feel 到，我不要管它是 A segment、B segment 什么 segment， 它的确比同价位的日系对手稳扎实。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选择 Suzuki Swift 的原因。就 Suzuki 的车，它不是大名大放，它不是很张扬，它不是很声势浩大、呼哈哈的，至少在马来西亚不是。那它确实是默默的在做一些事情，默默的做它的底盘、车身的 aerodynamic、车身的 driving dynamic 等等，它是有在的。它值不值得147千？这个大家自有评断，大家自有一个评价 whatever you know。 以这个轴距一个2520mm 轴距的 SUV 来讲，我觉得它非常的稳。even 我觉得这个轮胎的搭配是板牙沙拉啦，I mean 19560 R16， 我觉得16寸讲都205啦 for me 啦。我觉得如果你要用16寸，然后又用195，你不如不要用16寸，你不如 downgrade 去15寸就好了。But you know， 车子要做 test， 他们要做测试，必须要去针对油耗加强，所以从195到205那个油耗就没有这样漂亮了咯，是这样的嘛？ You know， 有1好没有2好。当然这个 Suzuki France 它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 有 Android Auto， 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Blind Spot Monitoring， 就基本上ADAS 这个东西他们有偷掉了。然后 Auto Aircon 它也有，萤幕9寸 HD OK 360 camera 有。它有一个东西是怎么讲我要想一下，因为我很少，我想不起来我上一次用到一台车子是有 Apple CarPlay， 然后它是用 Handbrake 跟 Drum Brake 的。我知道没有直接关系 ，but you know wireless Apple CarPlay Hybrid， 然后 Handbrake Drum Brake， 然后even Disc Brake，OK。那我刚才要讲它的 Head-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你看我这边按 HUD， 我关掉。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最早在 Mazda 2跟 CX-3 看到的那种 HUD， 它不是直接投影在你的挡风玻璃，它是投影在这一片小片的东西。然后再来这个方向盘非常的 busy， 这个方向盘会让你感觉它是 Suzuki Swift Sport。它是 GR Yaris， 它是一个有300匹的 Odd Edge， 什么东西都有，有 Pedal Shifter， 然后下面有这些按钮这个 Lane Departure Warning 的按钮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所有东西都有。然后这边又有 Piano Black 的材质 ，It looks like Piano Black 啦。所以隔音也 OK， 没有奇奇怪怪的风声，everything 胎噪声省油大压啦，因为你不 expect， 你知道吗？静音轮胎，but 它是一台 OK 价的车 ，OK 很好价没有啦。你知道吗？然后最后还是回到价钱啦，因为Suzuki France
Naza Eastern Motor 把它标榜成为 Premium Niche， 你有明讲了吧？我要讲的是这个价钱摆明就是 Premium Niche 嘛。所以我上一次介绍到这种 Premium Niche 的车子是Lexus LBX， 那这 make sense 的 OK。但 LBX 毕竟是 Lexus 嘛，所以它有人会买单的，而且卖的还不错，可能有 offer 啊 ，I don't know。But因为 Suzuki France Premium 嘛，以日本车的标准 ，absolutely 它是 Premium 的 ，OK， 有软质皮革包裹，椅子也有复合式，你如果走进日本的市场，你来看这个车子算是中上了的 ，OK。那如果你来到马来西亚，你要跟 X50 比，你要跟 GSC 啦，不是同一个 universe 的东西啊。我们讲 multi universe 啊，它可能现在的车子在606宇宙，这车子可能在603宇宙 ，something like that 啦。讲真的，你不要看什么尺寸 dimensions， 你只是这样架它，我不会觉得它是阿迪巴的尺寸。我看着我的照后镜，我看着我的整个车厢环境，我就觉得说现在我假设啦 ，OK， 我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150千的预算，我不要买 Honda HR-V， 我不要买 Toyota Corolla Cross， 我不要买 Mazda CX-30， 我不要买 Perodua， 我不要买中国品牌的车子，我要买 Suzuki，OK，size doesn't matter， 我家里有2台车子、3台车子、4台车子、5、6台车子，我只是要一台我喜欢的车，我想要的车 ，That's it，That's all，OK，我不懂啦 ，I mean， 我们就车评车，就事论事，我们不要去你知道吗？人身攻击啊，买它的都是讲的，这个又不是用你的钱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批评车子 ，OK， 你可以批评卖家你可以批评代理 whatever， 但是你不会批评买的人的因为买的人有1000种万理由，有1万千种理由，有1000万种理由要买这台车子的，我觉得这个没有错的，懂吗？真的没有错的，我觉得卖这个东西是你情我愿，心甘情愿，何错之有？你为什么骂人家，对不对？我尝试用Suzuki Jimny 的方式去评论它啦。你看我讲话讲到吞吞吐吐了，我们不要讲促销了，因为 Suzuki Jimny 在 Malaysia 的 officially 价钱官方售价是大概在100，也是差不多150千吧。然后 Fido 的是卖到195千左右，但是我们都知道了，你知道，我知道，他知道，阿朱知道，阿古知道，阿猫知道，这个 Suzuki Jimny 呢，它在日本是非常的便宜，我没有记错，它在日本是你无法想象的便宜啦。我们要讲日本了，日本太远了嘛，CPU tax 啦 ，Japan 啦，叭叭叭，就印尼就好，远的不讲，我们讲近的。那在印尼，如果你用印尼盾换算马币的话 ，Jimny 只是115千。可是马来西亚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可是还是有人买的还是有人买 Suzuki Jimny 的这个 Suzuki France 它在 brochure 上面写 vibe different， 它的 tagline 它的 slogan whatever，vibe different。So how to define vibe different? What kind of vibe? 什么样的 vibe？我觉得这种 vibe 就是我有钱，我爽，我买，你管我啊？Put it this way， 用这个方式去推断它。我有钱，我爽，我要买，你管我啊 ？OK， 记得以后再有人批评你什么钱买什么车，你就回他一句：我有钱，我爽，我买，你管我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 brochure 上面应该擦掉，应该写 Suzuki France， 我有钱，我爽，我买，你管我啊？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就是万卡。